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陈亭妃5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云善5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柏毅，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5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今天在中华民国整个民主史上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在今天呢，罢团要罢蓝委这个今天正式送件。那第一个送件是台东黄建斌，当然在桃园第一个是涂全吉。那你也看到，包括在整整理的过程当中，有好几位国民党一些委员呢，大概比例是超过了大概130几。那目前看起来比例最高的可能是在花莲富坑旗这个地方因为义山在嘛，那义山现在是落籍在花莲 ，OK， 比例看来快到170%，169.几，169 ，OK。好，那对于这些的话，那未来进入2阶以后，到底有多少蓝委要进入到3阶的投票？那同时，对于国民党这个地方，当要以8之8发起了对绿委的一些，或是说民进党的一些议员的一些过程当中要发起罢免的时候，当然你看到在过程当中，譬如在基隆，包括民政处长那张英祥，那因此，然后结果后来要交保，然后呢，那今天媒体上再度传出来另外一个，包括地动山摇要罢吴思瑶这个地方，那领衔人张晋今天发了一个公开的声明，包括签字用印，说那为了台湾的团结，他退出这整个罢免。这对于国民党要在罢民进党的委员的这一块来讲的话，是不是在过程当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阻碍？到最后比数到底会是多少？因为这会牵动到包括在整个蓝绿之间未来进入第3阶段以后的战略啦，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影响。好，我们把这个依次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张克庆。今天大家收到那个时候，大概是10点多，其实差不多，大概那个新闻就陆续出来。没错。当看到这个的时候，那第一个就是，那如果这样，本来对国民党来讲，台北好歹要有2个吧，一个中正万华吴佩仪，一个就是在士林北投是吴思瑶。结果现在这个领衔人退出，不只是单这个选区第2阶段联署会不会顺利，而是牵扯到整个包括士气或各方面都会有影响对，先讲台北市的张克进嘛，他跟李孝亮一样嘛。李孝亮说他领到名单之前，他作为领衔人之前都不知情嘛。那张克进其实在士林北投算有名哦，他算是国民党内的友好的艺文人士嘛。叫他做领衔人，他长期可能跟国民党关系不错，要我做这个领衔人，他可能跟李孝亮也是一样啊。我完全不知道领衔人要干什么，我就可能一口答应了国民党作为这个领衔人嘛。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个大变化。他今天写了一封信这个因为他是书法家，他的字还蛮漂亮的哦。我是张克进，在此郑重声明，本人即刻起退出领衔人身份。后面一大堆理由啦，反正我们后面一大堆理由不用看，重点来了。张克进3个字写得清清楚楚，字很漂亮，标准应该就是本人写的，下面还盖了一个章这表示他绝对不是伪造文书，不是伪造的对，所以他本人亲写的。问题来了，他辞掉了这个所谓的领衔人的头衔。依照选罢法的相关规定你要1/2的人同意以后，才可以有所谓的替补领衔人来担当这个你辞掉的职务嘛，否则你辞掉到底算不算数，变成第一个问题嘛。第二个问题，那你签得了1/2人同意你辞职，而由替补领衔人来去做这个领衔人吗？现在是1/2这个名单不去找签同意书还好一签同意书，可能很多人都说我原来是提议人，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名单，因为我们知道第1阶段就有很多往生者名单嘛，表示这名单都用抄的，表示很多的提案人根本不知道他被列在名单里面嘛。你现在有1500人，将近1500人要去签这个同意书，我同意你张克进不要做领衔人，结果呢，我有签提案的人，我还不知道嘞，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大问题嘛。张克进到底算辞掉这个领衔人没有？那如果你没有辞掉这个领衔人，你现在又发表你的书面声明说你要辞掉领衔人，那2阶段的联署推得下去吗？因为2阶段的联署，今天很多的公民团体已经开始送所谓2阶段送件，都要领衔人去盖这些所有的联署书的文件所有的领衔人是必须做这个工作的。所以张克进，如果你们现在士林北投继续推这个所谓的2阶段联署，最后要送
送件前，张克进说我已经死掉了，我不签啊。那这些2阶段的联署你怎么送得进去？所以变成是士林北投2阶段的联署就有困难了嘛。他现在怎么办？除了你刚刚讲，如果要经过1/2同意，对这个看起来会出现另外的一些麻烦，就是你刚刚讲。可是还有一个，那就不找那个所谓的备位的，重启炉灶。重启炉灶，你变成是第1阶段就要重新再签哦。好，重新再签，我觉得那就变新法了，就变成是新的案子。我这个案子就跟中选会讲说，我这个新的案子，因为张科进辞电要有领衔人了嘛，那我就不做了嘛，我这个案子就废掉。那我要罢免吴思瑶，只能重新再起另外一个领衔人来提案，这个1000、2000份又要重新签嘛，那你们要重新起，那整个的时程就往后再拖了嘛。这第一个。那另外一些问题也存在嘛，李孝亮也有这个问题啊。李孝亮说，你们现在签的我之前的都不是我签的那后面的怎么办呢？钟小平送的李孝亮要不要认？他会怕啊，钟小平你的名单到底有没有问题？我怎么知道？包含其他人在街上签的李孝亮要不要认？他可能本身自己因为张克进自己的这个问题，就会影响到其他国民党找的领衔人，他们会不会有同样的心态？我要不要做这个领衔人嘛？所以国民党的2阶段联署15个案子，可能所有领衔人都会出现所谓的张克进效应嘛，他不当了，那我为什么要当？那大家都不当的情况下，是不是国民党整个2阶段的所谓的罢绿委的联署的启动都必须要往后延期？甚至有些人就干脆建议说，你这个以罢制罢已经搞到全台湾的司法的这个问题不断，你整个的党部都被调查，那你到底还要不要进行这个以罢制罢？这个可能国民党自己内部都必须要思考清楚的。如果这样讲的话，当然你也看到，包括像赖以任有讲说，那个声明稿真的是张克进自己写的吗？其实大概不太需要去质疑这件事情，因为都已经出来是这样的一个声明稿了 ，OK。然后包括那过程当中，我想是不是他们自己也可以去问一下。可是这整个我刚一开始就讲，当要罢蓝委的这30几席里头，已经开始今天从台东开始送件，而送件以后陆续你会看到，包括每一个大概过了130%、140%，像一路这样送。对于莱茵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如果要某种程度的抗衡，那势必那15席里面，他们当初送的第1阶段15席，那当然也造成了很多一些司法的一些的问题。可是如果要再往下，因为这牵扯到包括两边抗衡的气势，包括你要去说服所有的选民的时候，要让他知道你的正当性，所有这些甚或在第3阶段投票，那是不是都会有一些的影响？如果真的考虑到这部分，所以这绝对对你们来说是另外一种打击，因为是。看起来台北这2区本来是中正万华跟士林北投，是你们认为一定要想办法也要送进去的。对。可是如果士林北投这个就是刚才讲张克进出现这个，然后中正万华李孝亮又有这个问题，当黄旅被收押，然后国民党已经宣布是由议长戴季金暂代，所以对你们来说，未来这些怎么办？你看到人家的攻势跟你们之间，那会急吧？我老讲，其实这个事情弄到现在，当然我们一直觉得减掉力度的问题，就办蓝不办绿，或者是力道有差别，但是也扪心自问啊，状况是有点太多了。也平常你讲，状况是有点太多。那地动山摇跟这个罢吴沛忆的是台北是一个非常重要罢民进党立委的2个区域。从一开始其实就是非常关注，而且看起来听到讯息也都是没有问题。这个1阶很容易，2阶也绝对会顺利的通过。但目前碰到这个状况，我就先以地动的山摇来说吧。如果领衔人他已经放弃了嘛，对，他已经放弃了，对。所以刚刚讲非常明白，就2个，一个就是换领衔人，1/2同意，要么就重签，对，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我还不晓得目前士林北投的想法是什么，老实讲我还不知道。那目前听到的是会持续的来做2阶段联署，还是连署，还是用这一次的继续签下去。那就势必要找到有1/2的当初联署人要同意。对，因为我目前得到的消息是连续不会中断。OK， 那地动山摇会持续的去收2阶段的联署书。那如果是以目前的我听到的消息的话，那可能会寻求就是要1/2的同意来换所谓的备位的领衔人的状况。但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牵扯到了那谁来运作这个事情，这个非常重要。尤其现在主委不在，是。那代理的是戴其新议长，那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怎么样跟地方上的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能够顺利的搭上线，以及快速的把联署书收齐，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经常讲，黄旅是熟的，当然熟，对，因为他又当过这么久的民政局长，好，又当过这么久的主委，对，所以他对这些是熟。其实你说再怎么样，他虽然是议长，但是他毕竟他的选区是在松信，对，他在松信。
所以对那些地方的话，也不过就是议员之间，他也许对那没有熟认到那样，所以对你们来说更雪上加霜。所以我个人认为啦，以议长来代替主委这个决定已经决定完之后，接下来恐怕就是议员要处理了。对，应该就这样子了。对，就地方议员，地方议员直接上了啦，思刚啦，或者这些，对，或者是甚至是就是新党的，就是汉庭，对，杏儿姐他们，我想连民众党的学姐，可能你们都对，这恐怕。因为这已经很摆明了，议长来接恐怕就是要从议员来下手了，已经没有办法再利用可能基础的一些布桩了。但问题是现在卡在领衔人这个问题是最麻烦的，因为他放弃了，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间之内联署到1/2的同意？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在想办法了。因为这已经很摆明了，议长来接恐怕就是要从议员来下手了，已经没有办法再利用可能基础的一些布桩了。但问题是现在卡在领衔人这个问题是最麻烦的，因为他放弃了，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间之内联署到1/2的同意？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在想办法了。但唯一的好处是，相对于还好一点的是，我看了一下双吴的2阶段的截止送件时间是在6月7号左右。OK， 就相对时间还稍微长一点，因为还有将近40天，对，40天要1个多月，还有1个多月。那对比于民进党的是比较快，因为民进党送蓝委的，大概在5月中陆续的都已经2阶段，今天已经开始送了，对，所以大概还有40天左右的时间，我觉得尽快的。可能要议员跟议长尽快来联手来处理这个问题了。不过你有没有听到刚才如果照刚才一山一开始讲的，他不是单纯这一席的问题，对，他说会不会影响到？因为当然你说李孝亮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一些问题，或一山刚讲会影响到，因为你们的目标当初送1阶是15席嘛。那这15席会不会多多少少都出现？那可能有其他的这些效应，大家会觉得说那就算了或什么。这对整体来讲的话，那个气势上或士气各方面一定会有影响。我个人认为影响非常大了。国民党目前就是蓝绿不35-15嘛？对，其实15席大家叫得出名字来的，大概就是就这2个，就这2个是最火力最多、跟曝光度最高的了。对，这等于是我们指标性人物。没错，就像绿营会把某一些蓝营的之前一直当指标性人物来讨论。所以，如果这2席在现在就出现这种状况，我个人觉得对接下来的罢免蓝营整个的气势氛围，我觉得一定有影响了。这也不需要骗人，因为这2个如果都搞不定的话，那就代表着连蓝营大本营优势区的台北市都没有办法顺利的过2阶哈，不要说3阶哦，2阶都没办法过的话，这个可能对于2026的县市首长跟议员的选举，地方上说不定都会有一些动摇啊，因为这个恐怕。一定会有人升高到市长层级，当然一定会。台北市的5席，对不对？对，不是说只有保5席，可能还要去把对方攻克下来的2席也算在他的可能的考绩或者是他的印象里面啦。如果接下来在整个大罢免台北市都是处于对于蓝营很不利，而对于绿营很有利的情况之下，2026的动员跟气势的互相消长，我觉得真的要特别小心了。所以接下来我觉得。现在主委目前的状况短时间是不明的，因为至少2个月出不来嘛，这不用看了，对，这确定出不来。所以议长包括议员，其实现在我们都已经也在沟通了。包括了以我选区，毕竟是罗志强跟赖世宝，他是被罢免的嘛。所以那当然之前1阶、2阶我们没有联署这个问题，但是大家现在的目标都已经不管2阶了，都是往3阶看了，都已经这样子。所以在陆续的不管是文宣或者在看板上面。目前都已经有在一些规划，那近期很快就会出现，包括接下来的活动。我个人认为，既然已经到这个阶段了，议员已经不可避免的要来参与了。现在整个氛围对于蓝营是非常不利的，而不利的氛围是在于，我感觉就是刚开始前又跟小龟聊到临时的问题，其实这个联署的问题，大家联署的时间差不了太多啦，早不了几个礼拜，晚不了几个礼拜，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国民党的党部被抄，很奇怪，不是1个时间抄啊，是在2个礼拜抄1个党部啊。3月底先抄台南，4月初抄新北，隔1个多礼拜之后抄台北，再隔1个礼拜抄那个基隆，接下来可能台中会不会有，我也不清楚，或者是可不可能再过个半个月、1个月，直接抄中央党部？没错，对，这是有可能的。我个人认为他这种做法会不会是希望能够延续？温度持续的来凌迟在野党，让在野党一直处于在被攻击，然后无法还手的情况之下，造成了一种好像就是要罢免所有蓝营立委的氛围。我个人有这种感觉，包括你说地动山摇，一任也讲得很清楚嘛，有调查人员到他家里去，没有拿搜索票，到某一个民众家里去，没有拿搜索票，然后不准他们做摄影的动作，就开始做笔录。
这些行为会不会影响到民众罢免绿营人士的担忧感？这个我觉得或多或少会有，因为之前基隆已经发生过一次了，现在在台北的士林北投选区又再发生一次，那还会不会持续再发生？这种寒窗的这种寒蝉的效应，会不会让整个就是蓝营的人士，一方面在联署不顺畅的情况之下，另外一方面感觉起来又好像随时会有安全疑虑的情况之下，而让整个联署的火焰降低？我觉得蓝营真的要特别注意啊！现在真的是所有状况都不太好，所以尽速的找出方向，那也要拜托我们的代理的主委戴启清议长，尽速的整合台北市所有的议员，包括各选区。因为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原则上已经没有在看2阶了，都是在看3阶。3阶就是摆明的肉搏战啦，跟选举一样，怎么选的现在就怎么做，然后在各选区找出方向来，尽速的来把我们整个选情稳定，然后让我们的支持者能够知道最后选举的方向。我觉得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博弈刚刚提到说，包括在那个地中山摇的罢团呢这一部分呢是要罢绿委，就是罢吴思瑶委员这部分。那联署的民众有人跟地中山摇的罢团澄清讲说，是不是有调查局的人也是到他们家去用证人，然后说他们联署这些一样。上一次是在基隆，是要罢国民党蓝委，是算比较偏绿的人要去罢蓝委。这次呢是蓝营的人要去罢绿委，我不管你是哪一个阵营的人，还是一样的道理，不是有这么急吗？就算证人不能请他去吗？你也不要说是怕他奔波于路途，你知道调查人员到一个人的家里面那个感受是怎么样？尤其是要不要录影这件事情，我看到媒体上调查局回应是说，他们是依照刑事诉讼法，一切都合法这些。刑事诉讼法里面证人也要全程录音录影啊，因为证人是跟整个诉讼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而且我怎么知道你来我家你真的是调查局的人或什么？现在民众也会有这个疑虑。我平心而论，那这些事情难道不能就是有这么急要调查员跑到你家去问证人，有要这样吗？你就请他来，照着所有的程序照着走，这很难吗？这些事情，台湾就算要罢，我还是回到那句话，管你要罢蓝要罢绿要罢谁。那但是所有的民众行使宪法权利的时候，不应该有任何恐惧的感觉，好不好？不管你是哪一个阵营，这些事情能不能照着程序走？儿爱其羊，我爱其理，这几个字的道理就在这里。那台湾的高院说不能伤及到民主的基石，那司法的这一块其实是更重要的一块，好不好 ？OK， 大家就照着步骤走。那这些东西，可是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现在已经变成地中山摇现在的领先人出了状况，对。然后呢，在中晚我讲，我不知道。廷飞有感觉到刚才博弈字里行间的讲说，那包括连办案都2个礼拜收一个党部，是要把那个温度延续的下去，感觉上是要凌迟国民党，生活到最后，媒体上讲说是不是会直指中央党部这些，这感觉上好像司法是绿营之间是能够操控自如的感觉，而这整个过程，你应该也很难想象吧？为什么第一阶联署1%？国民党怎么会搞成这个样？我完全无法想象哦。那我相信，国民党现在一定会说嘛，说哇，现在民进党就是用司法，然后就是凌迟你。事实并不是这样，就是说前后所查到的证据，这个叫证据论啊。就是说我有查到你真的就是死亡联署，然后呢也确实有这个状况，我才能去做一些相关的动作啦。不是说我今天固定哇2个礼拜收一个，2个礼拜收一个，然后来凌迟，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是国民党他一定会把它放大，解释为司法的凌迟哦。那其实我们看到所有的资料，其实在第一时间，那是因为在台南是这个定宇他有去做这个举发嘛，对，他做举发嘛，而且他举发之后，发现了。这是可以在这个所谓的伪造，或是这个所谓泄露个资的部分，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刑罚的，所以大家才发现说，哦，这个很严重以前可能大家觉得啊，就便宜行事，这或许也是国民党认为说，一早都安内啊，一大也当安内，基本上买塞安内啊，所以大家会认为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我必须说，请问你今天要罢免这个绿委？你有摆摊吗？不立马做起来有的刚好。那个刑事状态你要做出来啊，怎么可能都没有设摊位？今天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没有点啊，没有点怎么会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联署书？
问题就出来了，就变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必须说的，今天不要说今天由议员、里长也可以啊。今天由议员、里长也可以啊。今天说真的，那么多县市都是他们的执政县市，他们执政县市首长在干什么？到底在干什么？这么简单，你说好不要动到议员了，然后我那个县市首长，你要这么简单的几份，你摆个样子，摆个摊。好，后面你要怎么做那是你的事，你连摆摊都不要，你连样子都不做，然后突然间就送出来说，哦，我罢这个，罢那个，罢那个，大家当然会觉得奇怪，大家就开始检举嘛，说没有哦，这个有死亡联署哦，然后有怎么样哦，那当然检调就要启动调查，就有前后的时间哦。那其实我们一直讲的就是说，其实不论1阶或2阶，你像现在思瑶的这个选区的部分，这个联署。我都认为国民党根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你认为这个所谓1/2去同意换联署人有那么简单吗？有那么简单吗？当然不容易啊！你怎么会对嘛？你怎么会说继续2阶联署？然后呢，我们在思考，在这个换1阶的这个联署1/2同意。我完全搞不清楚这个逻辑啊！公民团体跟国民党最大的不同，你知道吗？公民团体在签联署书的时候会留他们的个资，而且要签署你个资愿意提供给我作为罢免联署通知之用。他们签了这个各自的同意使用的书之后，他们才一户一户找，一通一通电话打才会回来。而国民党现在如果要签这个同意书，我都怀疑他们当初1阶段提案的这些联署书，到底是不是自己同意去联署变成提案人的？更何况会有留所谓的个资，而这些个资愿意让国民党再一个一个去问说你同不同意换领先人？我补充一下哈，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有在这个现场那个摊位，然后协助在联署哈，你知道我们那个罢团哦，他们是做到多么的谨慎哦，他们基本上哦，他们都受过训练。这个为什么我们有办法请他们回来？就是说在花莲这个格式错可以请他回来，就是说我们一张联署书就是1个人，然后1个人联署完之后，我们还有另外让他签他的电话。除了联署完还要电话，就是说你确定我们联络得到你哦。所以我们每一份基本上都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可是今天在国民党，他可能完全没有这些资讯，没有这些资料，反正就是全部收进来，然后怎么来的不清楚。所以你要怎么去签到这1/2，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讲的，你其实是被这些罢团感动，就是说你2个不一样的状态，就是说国民党跟这个民进党这个委员要被罢免的这个准备态度跟他的用心态度，其实你知道那个罢团他们训练我们都只是我说真的，我们在现场我们就只是拿着麦克风，拜托大家来，我们根本插不上手，完全插不上手，他们那种。程序，然后那么的谨慎，你只会觉得是很佩服他们。我们就只有在旁边，就是拜托。所以这个我必须说的，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准备要去做每一件事情。那你当没有准备好要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一团乱。那你现在把责任归给说啊，就是你民进党司法啦，就是你民进党在用行政在乱搞。我觉得真的是让。所有的人民看到了，真的国民党在所有的事件并没有准备好，而且就是一味的赖给民进党。来，不用，我先补充一下，刚刚讲到这个地动山摇，到底对不对？是1/2走下去，还是直接录完重来？对啊，跟各位报告看了一下，吴思瑶的第1阶段合格的提议人数是4108人 ，OK， 也就是1/2是2000出头人，2054就是一半。对于这角度而言，我真的觉得，当然是先从1/2的这个同意来处理。第一个原因很简单，
至少这4000多人还算是有线索可以找到的，是有机会找到他们，因为毕竟有资料嘛，他们愿不愿意回来所谓的来换这个领先人？这第一个。再第二个，退1万步来说，就算1/2失败了，我再重来也不迟啊。对啊，我怎么可能会选择？对啊，我应先走嘛，我不直接放弃，直接重来。那我这签了真的叫白签呐。而且如果我们直接放弃了，恐怕对于已经签过的人而言，他们是更加的不高兴的，因为毕竟愿意签这个，他是真的不舒服，不喜欢吴思瑶委员才来签这个话。所以我只能说，现在1/2真的不容易。所以要介入或来协助的人，恐怕真的是我觉得议员的方面要来处理来协助了。因为毕竟各议员办公室里面，对于地方上，我相信都有各自的人马以及他所熟稔的地方重要人士。赶快来先把这4000多份的人名单列出来。打电话去询问一下他们状况，1/2确定好之后，赶快找到另外一个可以替补的领先人，赶快把这个人用合法的方式补上完之后，2阶不要停，因为以我所了解到，地动山摇目前的联署状况不算差哦，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有把握在2阶在6月的时候是可以突破所谓10%门槛的，所以这时候不能够放弃，不要因为外面的一些老讲很多的状况，也许国民党也没有做好，这我必须要承认。但现在这个时候不是叹气的时候，而是赶快团结在一起，把之前有做不好的、有破洞的地方赶快补起来，让双吴能够顺利的冲过2阶，然后进入3阶，在3阶段打一个至少算是势均力敌的罢免战。这对于在野党、对于蓝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气势，以及我们目前要有的态度。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不是这整张资料上面，下一次那个作业单位麻烦来以前先问一下国民党的朋友，就是有没有对他们有利的，我可以摆在上面，我可以摆在上面，因为这里面讲的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现在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也一直在找有没有对你们有利的东西可以摆上去。我会联络一下那个在那个地动山摇被进入家里那个对，因为那个的过程，对，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应该要被检讨，像刚那部分，我觉得就应该拿出来检讨。可是这里面，因为国民党现在碰到第一个就是张克进，好，那地动山摇这部分，博弈刚才讲，因为你只要罢免这一段，你是从头参与到尾，再看的时候就知道，国民党一直锁定的，平心而论，有4个很重要的，2个在台北，OK， 就是包括吴思瑶，包括吴佩仪，还有2个记得吗？是原住民委员。对，那时候一直觉得，因为原住民委员你照人数跟票数比例，国民党觉得是有把握的。那现在在地动山摇这，张克进表示他要退出了，那退出了怎么办？博弈刚才有讲，国民党接下来要往下走，先争取1/2的同意，继续往下走。那除了这一部分以外，那我刚刚讲，国民党一直认为最有把握的4席能够罢掉的4席，其中前面2个是原住民委员，而这一部分呢，李正皓在正传媒的节目里面讲说，国民党开始推动大罢免，反制绿营，党内对各县市下达的联署 KPI 要求限定时间交出一定数量的联署名单，中央没有提供资源跟人力，基层执行困难，是不是有党高层在地方反映压力以后，透过 LINE 的语音，他连这个都写了，透过 LINE 的语音通话传达，那就抄啊这几个字的指令。那他有掌握到这段对话是来自 LINE， 不是一般的通话方式。如果属实，那就可能构成一种指令，相关人士恐怕面临主谋之嫌。那当然有人要点名说，因为徐宇珍除了是不分区委员以外，他是国民党主发会主委，对，主发会主委。然后有人说是不是徐宇珍？那徐宇珍直接回说，李正皓的话能信吗？李正皓的话不足为信，无聊爆料，不予回应。那当然媒体上有人就翻出过去相关新闻，上报在4月8号。说蓝营中央启动罢免原住民绿委，通令各县市党部交10%选民数联署责任额为题的报道。李正皓爆料是不是指的这一部分？因为国民党没有特别一个党部叫原住民党部，没有。对，那这一部分有人讲说，那要由谁来负责这些启动？各地方是各地方，那原住民委员这一部分呢，是不是要由主发会来做启动？所以有人会联想到这些。那这一部分有人讲说，那要由谁来负责这些启动？各地方是各地方，那原住民委员这一部分呢，是不是要由主发会来做启动？所以有人会联想到这些。那当然，徐宇珍委员就直接讲说，那李正皓不要气，好不好？那到底会是怎么样？可是这一部分就牵扯到接下来的原住民委员的这一块。那更不要说前一阵大家这几天一直在讨论的基隆光罢2个绿营的议员那个数目，小雨。罢那个郑文婷要多少？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他们是交了505份，但是如果说你按照这个法定的话，他们只要337就可以了。337份，你能想象337份，结果竟然动用到了
民政处长，然后民政处长呢，那因为在过程当中有提供一些资料去删减，到底是不是有所谓的死亡联署的问题，好像踢掉。结果后来呢，那基本上你也看到，张云祥，结果后来他请辞，因为他40万交保。可是市调站搜基隆市政府的电脑，不排除有共犯，所以他闪辞止血。而这所有届国民党的回应是说，特别个案交由法院裁判，国民党不必跟着一些带风向的人士起舞。他只针对不同意见，他觉得现在的政府只针对不同意见侦办，就像闯红灯就羁押，都针对在野党。所有这些里面有一个，大家现在在看的是有没有一个神秘的叫圣之群主。检调发现张云祥曾经加入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为了罢免人数成立的微信群主圣之群主。后来因为发生国民党台南党部被搜，领衔人那他就重组群主，删除内容。检调怀疑张云祥是透过这个管道跟这个党部互相联络，提供民政系统的协助，有没有这一块？小雨是从这一部分是地动山摇，是国民党觉得要有把握的一块。从原民的这一块，那现在看起来往下是不是也会要查这一块？所以这些都是国民党比较有把握，更不要说基隆这一块。我就讲，当你是要去罢，因为基隆只有一个立委，就是国民党，你可以想，所以你去罢的是地方的议员，对，300多份，然后竟然到最后不只是党部系统，连行政系统扯进来，这是个大忌。OK， 扯进来以后，然后一个处长，然后要请辞交保，这整件事情对国民党来讲一定是打击非常大。我因为今天问题很多啦，我先从张克进这个部分开始哦。看起来张克进，其实张克进他不玩哦，有一个对照组，像那个罗明才的那个拔萝卜啊，他的领衔人也是不玩，可是他领衔人说他只是不参与这个运作，但是他还是愿意联署，就是说如果你联署来的话，我要交出去，他还是愿意签合。可是张克进他现在态度是他整个退出，他是连玩都不跟都不玩对，那这个就蛮奇怪的嘛。所以现在才会面临到。那刚讲的那，因为依照法令，除非是领衔人死亡，要不然就是要1/2同意。那你要换嘛？对，那我要问克进啊，你想下车就下车吗？他没有让你下车的意思啊，不只是博弈嘛。那我这个谁杨直斗他也刚发文嘛，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情勒他啦。说什么？就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民进党就对国民党这样子要追杀啊，那你忍心吗？如果你不玩的话，这一盘不是就这样子倒了嘛？就开始有点在情勒他。我没有。我没有，我刚搞了，我没有。你今天朝向务实，对，我刚刚对不起，要完全朝向务实的角度走，就是你走吧，不请他，尊重他，好朋友，我们要尊重他，对，我没有请他。那当然还是有一部分的人还是希望他可以留着，就像那个拔萝卜的那个态势啊，你可以不玩啊，但是你还是继续当领衔人，至少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嘛。可是你想想看，很有趣了，那为什么张克进不玩？因为你要回过头来，就是说，黄吕锦如这个台北市党部这个案子啊，有6个被告嘛，那张克进是唯一一个无保请回的。对啊，他第一阶段已经无保请回了。那你以他的那个心情，你看从他的声明哦，他的声明其实蛮空泛的。他说什么为了国家社会经济民生安定哦，所以他就决定退出这个大罢免。我看不出来这个理由，我觉得他这个理由是很空的啦。那你当时要罢免的时候，你怎么就不会想到说为了国家民生什么社会经济安定？我觉得他这个理由是为了要下车而下车啦。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当然是2阶太恐怖啦！你1阶都已经死亡联署那么多了，你2阶交出去，我被押请回，我好不容易无保请回，我全身而退，我2阶再跟你玩下去，那我不是也要进去了吗？就我觉得汤啊，我觉得也惊啦。可是你这样就是国民党的人一直在讲说，是不是已经造成很多包括国民党不管联署的甚或连领衔人都开始有那个心理的压力？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是7个党部嘞，你从基隆到高雄，你们已经7个党部嘞。对啊，都是1阶啊，都1阶。2阶不可能，2阶你们会很认真吗？对，所以我要说他这个，你敢保证吗？我保证，这我确定的。你怎么保证？至少在我的选友看到了，绝对没有任何敢提到抄袭2个字。那你其实重点是因为你们没有经过很缜密的训练，那个真的，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那个1对1的那种确认身份那个才会是100%的没有问题。那你们当时候是因为1阶开始查了之后，然后有这些问题，你们才发现说要不要谨慎？可是里面有多少你们谨慎的比例？大家会害怕，会担心。可是2个不同的事情，就是说1阶的状况，当时就是失败率很高嘛，所以要补件，通通补进来嘛。
在补件的时候，其实党部那时候就已经讲很清楚，连我们自己都知道，不准再发生有任何问题，因为连补件都出现状况，那你后面还要继续走下去。那是你相信嘛？人家张克进可能就不相信嘛。OK， 如果我不敢说他相不相信，但我相信回过头来，你一开始讲说啊，有的这什么太快，有的太慢。那你现在台中三个立委有就是不止啊，也是有死亡连署啊，何新纯跟蔡其章嘛。他现在也没动啊，那没动，那到底这是快还是对？这是快还是慢呢？那不然按照你的这个乌鸦嘴的话，你今天讲完，下个礼拜就动到台中党部了，是不是？你知道，其实我想法很特殊哦，就是说这种东西大家反正就是公平就好嘛。要么你就是可能就是本来就没有动，或者用正常的速度来做调查。要么你就快的，不要拖拖拉拉的，因为我相信你资料几乎都有了，你查这么久了，接下来你想要动哪一个党部，就算中央党部，要么就快，赶快把水落石出来，不要一直拖到很靠近要3家投票的时候，那个对整个选民投票的意愿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要么就快，要么就公平。你要不要讲完明天就中央党部，大家就把你这段剪起来，就说哇你神预言这样。好，那中央党部这一块就是刚刚就如大家分析的嘛，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原住民这2个也是蛮恐怖的，一个是伍丽华，一个是那个陈莹嘛。好，那伍丽华的死亡连署高达189件，那陈莹是185件。好，那这件事情当然伍丽华已经先去告了，好，他已经告，那告了一定要势必要侦办。那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国民党因为你没有原住民党部，所以等于说他的这个名册啦，哈，我当然也是合理推论，就是说一定也是用抄的啦，不然你怎么会死亡连署这么高，189件呢？哦，那这个名册是不是来自徐宇珍？而且他也爆料嘛，说他曾经找了这个原住民的立委，像什么黄仁呐这些来开会啦，哈，那接下来都有一些罢免的行动，那所以会不会烧到中央党部？我这个是合理的，我觉得是合理的推论啊，哈。那再来刚刚讲到那个张渊祥的部分，张渊祥部分，你要是问我的话，我当然会觉得说他已经认罪了，那是不是说火烧到他？因为如果他不认的话，那是不是检察官就要开始，譬如说搜索他的手机一定扣了啦，开始搜索他是往上烧上去。所以我觉得张渊祥第一个他可能直觉的反应是说，好，那我就先认罪，那是不是就全部搭到我这边？可是现在的状况是，第一个检方抗告。对，检方抗告，检方就不相信，看起来检方不相信啊。所以会不会你要看高院到最后才是发回还是驳回？我们现在的观众经过这1年以来，大家对于发回驳回都非常清楚，好吧？如果是驳回，那就确定了；发回，那就再来一次。黄旅也是发回以后无保请回，然后到最后变成羁押这些。所以当检方抗告，已经不知道状况，而且刚刚我前面讲，因为市调站再去搜了以后，包括电脑这些，全部都扣，意思就是我要从里面看。你们到底就跟你讲扣电脑、扣手机、扣什么？我要看所有的资料，你们有没有相互往来一些东西？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因为检方在第一次的时候他就说了嘛，他说里面还有未到案的共犯。检方在第一次的时候他就说了嘛，他说里面还有未到案的共犯还没有到，所以看起来就是看张渊房一定还有共犯嘛，那只是共犯不知道是上还是下还是平行嘛，这个不晓得的。那但是我还是合理的怀疑是说，那张渊祥会无缘无故，他对他也没好处啊。当然就是说那个吴国胜或者是说那个纪文全那个领衔人去拜托他说，你帮我们剔除一下哦，看看补件我们不要再有死亡连署发生了。所以他们去拜托张渊祥说，你可不可以用户政系统帮我们去剔除这些死亡或是不合格的这个连署嘛？那张渊祥就去做。那我就问嘛，那张渊祥，你如果没有上面的授意的话，你敢这样子做吗？人家拜托你就做，对他也没有好处啊。他为什么要去帮这个忙呢？这个是超级违法的事情。你有没有对着镜头问一下张渊祥？渊祥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你爸爸好歹也是市长对啊，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但是我合理的怀疑，就是因为他第一时间就认罪了嘛，所以他希望说他可以当庭审，就不要再烧到别人。但我觉得检调一定是不相信，所以他还继续查下去嘛。那最后啦，因为我也有看昨天的节目，其实大家的立论都跟我们都是合理的怀疑。你就基隆3大家族，你这3大公子哥，你罢免郑文婷也不过337份，你2姓你动不出来，然后你竟然还要去动到你的民政系统，还要搞到补件，我真心觉得这真是懒到令人发指啊，懒到天怒人怨我真心觉得。对，杨敏现在看起来已经走到刚才讲，除了从张克进，然后现在是刚才小玉有讲到，媒体是报道国民党已经做好了，不排除中央党部被收，因为原民刚才讲到他没有一个所谓的原民党部嘛，
那可能是不是主发会在中间要负责相关的一些事？如果这样，然后因为刚才讲死亡联署也多，如果检调掌握死亡联署的争议，主发会是不是有可能被锁定？而这一切烧到现在，包括刚讲张渊祥这一块，已经烧到行政系统。有人就在讲说，那朱立伦呢？朱立伦从第一阶段一直到第二阶段，这所有的过程，包括各个党部所有这些，后来是包括417的时候，黄旅，然后就要到北检，对，然后接下来426，然后上街头。那接下来呢，所有这些已经烧成这样，尤其针对像张克进这个，连第二阶最有把握的几个地方如果都出事，那对党主席来讲的话，情何以堪这些事？其实我本来就不看好国民党会罢免这个所谓的发动罢免会有什么样的。我之前在其他节目讲过，我说连中正万华跟士林北投都不见得能过。我是说连这个罢免他们发起都不。那到最后该不会真的是零多少比0？是有可能的哦。那当然我主要就是看衰国民党的行动力啊。为什么？确实因为朱立伦主席他责无旁贷。为什么？他在今年年初，就是当民进党或应该说绿营的这个民团开始说要发动这个大罢免，2月3号要送案嘛，那时候是柯建铭，那时候一天到晚这个喊着大罢免，那个时间点，朱立伦在中常会讲了一段话，他说要以战制战，以战止战，然后呢以罢制罢。这是朱立伦喊出来的。那时候我跟林涛还曾经在节目里面辩论过，我就说国民党没有这个本钱啦。你怎么可能去做这种事情呢？然后他还说不行，我们就是要这样，难道我们要躺平吗？他很凶啦，但最后真的躺平了，是被你自己发动的罢免一个一个被缴清了。而且杨明，如果你是发动，结果联署不到，那就认了。对，不是。还扯出一堆的司法案件，所以虽然过程当中杨明一直对于，我记得上礼拜的时候，你也是，你对于那个所谓的比例原则，你一直也很有意见。对，你觉得有必要这样吗？违法是一回事，但是违法用超过比例原则手段去处理，又是另外一回事。就好比说像羁押。比如说，我觉得像今天讲说什么张渊祥是不是？张渊祥他40万交保，老实说，我是认为有点轻，我认为有点轻。但是你说他要抗告，然后呢说一定要把他押进去，我也怀疑为什么？关键是他有没有逃亡跟串证吧？是，重点不是在于他认罪黄旅是不认所以检方一直要押。那我就搞不懂说这个逻辑是这样，是我也认为张渊祥这个该押，我认为该押，因为是行政赛会吗？因为他滥权因为他这个行为非常糟糕。所有滥用国家资源去做政治的这个行为的，都应该要用最严格的。可是我还是要强调，羁押是有要件的。那所以我都要强调，这个伪造文书不应该。有一些人就扭曲说你说伪造文书是轻罪，你鼓励大家伪造文书，不是，是罪，是犯法，但是他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是伪造文书就要羁押，我告诉你，现在看守所的这些管理员最辛苦了，看守所已经很满了，然后要一直塞，我们自己在看守所待过，你知道，你解释清楚，你是当替代役，对，一个舍房你跟你讲，一般看守所睡4个5个还算舒服当你到6个7个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就是每天挤在那边睡觉的时候是挤在那边的，所以这种在当然这个是司法。法官做决定嘛，那我们就尊重。可是我还是要强调，像这一波目前看起来，朱立伦的讲到中央党部，其实大家回顾一下，426之前，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所谓的送传票事件说要送到中央党部，那时候不就传出说中央党部要被收了啊？其实我的了解是，他们国民党内部早就已经沙盘推演，中央党部会被收。然后那一次刚好因为有一个这个所谓送传票的动作，他们要来了，太好了。不是，为什么太好？因为他们那时候认为这样才能够动员，把那个426变成是一种能量啦。那最后没有嘛，最后没有去收。但如果按照这个所谓的原住民那个部分的话，因为早晚会办啦。那确实，因为他发动的主要的组成，因为到时候领衔人如果他是跟中央党部的干部联系的话，那很自然而然中央党部可能就会是标的了那这个都是看后续怎么办。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朱立伦主席不是426办完他就变成这个什么反政府的那个反抗军的领袖不是说这样他就可以把前面的责任通通卸掉。他在国民党内，我必须说前面这一次的罢免搞成这样，他绝对要负最大的责任。就好比说刚刚讲到这个张克进先生他不做领衔人的事情，现在既然朱立伦主席都已经讲了，所有的这个党公职都要加入罢免了
现在就2条路啦，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哦，你把那个4000多人的起义人找出2000多人同意换领先人，让这个继续走下去。那另外一个就是不干了嘛，这个东西就走不下去了嘛。哦，那你要重启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可是走不下去不是对他们很伤？走不下去也伤，那换领衔人这个其实都很伤了。当然，那可是基于我觉得朱立伦那时候年初，你是在年初，注意哦，他是在2月还没有启动罢免之前，他就喊要以罢制罢。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让张思刚当领衔人呢？因为不让请侯汉廷嘛，你就请他们当领衔人呐。中正万华你请周小平当领衔人呐。周小平说他一个人就可以拿1万份呐，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说。那你国民党自己都不跳出来，你还要学那个绿营在那边给谁说啊，这是民间团体，不是我们国民，不用你自己讲的以罢制罢，你就可以言正名顺说，我就是要反抗。所以你知道民众党，我们讲黄国昌，他们当初黄国昌还没当上主席之前，他说他训练了一批干部，有没有？说要这个罢免，然后还在龙山寺那个集结，有没有？我告诉你，他们有在摆摊他们有在摆摊，他们比国民党还认真真的哦。可只是说，因为他们人力有限，他们是重点放在比如说士林北投或哪边，他们会有摊位，都还在摆之前还有那个绿营的把那个影片说你看他们还叫人家伪造说代签，对，有啊，人家是一个乖乖有在摆摊的那你国民党为什么要搞成现在这个模样？所以朱立伦主席不管你要不要连任党主席这件事情都会跟着他这个他的政治那个叫做政治的历史定位，这次的大罢免会一路跟着他。不管你要不要连任党主席这件事情都会跟着他这个他的政治那个叫做政治的历史定位，这次的大罢免会一路跟着他。伟豪，你看一路走到现在这样，如果真的发生哪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被搜，但没有办法，因为刚刚讲吴奕华已经去告了嘛，因为有人告，你说检方不办吗？好，那办，当然你说手段上会怎么办？会不会真的去搜？这个是大家一路来观察。但刚才杨明也讲，其实国民党自己心里面大家也有谱，那也知道未来可能会面临到。可是这整件一直到现在，尤其当基隆这件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再怎么样都不应该会介入到包括行政不中立、滥权所有这些事情。好，那这些事情可是它就是发生了。对，而现在看起来，就温朗东他说他要代替钟小平，结果他真的跑去告。对，所以这些事情如果从这再一路延烧下来的话，在未来这对整个大罢免，你评估下来以后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其实我想基隆这个案子最让大家诧异的是，民政处长以公务员，然后就政务官的身份，他直接涉入。那我们先把它涉入情节先框起来然后我们来看它其他整个围绕的基隆的旁科说的，因为对一般的观众来讲，基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感觉一下钟小平要告你说外人不要来蹭我，然后后来他又说自己要去告，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有好几个罢免案在走，林佩祥的是罢蓝委的所谓大罢免的一部分，温朗东去告呢是告伪造联署并没有跳针他是说你基隆的选委会判定有100多份的属于伪造联署，那我温朗东怀疑你这个判定这个数字是伪造出来的，所以我要去告你伪造联署。好，这个是这个部分，但这个牵到什么？哎呀，选委会的那票人，刚好就是这边出事的民政局长等人，相关人等这样子，哎呀，这个事情就串起来，就大家就怀疑你这个政府，你已经失信了。你的政府其实我们都知道嘛，政府包括从具体的金钱钞票，都是建立在百姓的信心上。我相信这个新台币是能用，它是真钞。我相信政府官员不会把我的东西乱丢，所以我把资料给他，我愿意去那边本人盖章，他查我身份证，我相信这个柜台不是诈骗嘛，我资料送进去，他可以确保我的安全吧。好，我们都相信政府应该是最高规格，相信实际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了。相信它最高规格，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如果是系统意外那就算了，但现在是有人去动你的个资这件事情，而且到现在为止，大家还不知道真的被动到的是谁，都还不知道那现在传出来的说法都只是可能是经由司法单位的人转述的
或者是其他知情知悉者转述的，并没有一个很明确实证说他到底是动了哪一个部分，因为发的新闻稿什么也都很隐晦。好，所以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都还在观察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但是在诠释上，就是每个政治人物可以去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诠释，就是责任政治总是要做到吧，他是政务官啊。首先你基隆市长谢国良，你所展现的态度是你应该立刻叫他这个就辞掉，结果你等到他自己辞了，你再去准辞，而且他自己事后讲的话也不太漂亮，他说我有读那个刑事中医，读了4年半，我知道怎么才会要件才会该当。不，你这感觉听起来是你能确定你做的事情不会犯罪而已，你不代表你是无关啊。人家现在就知道会不会往上烧嘛，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在于说延烧到国民党的这一线，延烧到国民党内这一线，就是他的主委是国民党指定下来，当时还被讲是空降，然后党中央还强调说那个有在地团管区有待过啦，军方啊军系啦还是有关系，然后他一直是主战派。他之所以那么主战，是因为朱立伦的关系，因为谢国良一开始还不希望热战去年罢免的时候不是今年罢免。好，所以现在就有一个脉络，这个主委到案没？如果还没到的话，后续如果他也出事的话，会不会烧到？其实背后都是朱立伦的意思，连抄的部分也是。这个就可能爬到八德路去，所以不只是原住民可能会延伸到八德路这些地方主委的共同行为都可能会燃烧到八德路，就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可能不管是徐宇珍或什么，像那个李正皓讲的这一些是属于原住民的部分了好，那还有一趴我觉得还是要带一下，就是像媒体人赵少康，国民党的前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好，他讲的是什么呢？他对于基隆的这个事件因为基隆事件就是到底资料怎么利用很多说法。他说2种状况，一种是我民政处长把资料给你这个不行，赵少康也认为不行。但赵少康说，另外一种是你已经联署完成了，然后你来我这边查看看说，这里面有没有死人？赵少康说，我觉得这个还好，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话昨天讲出来之后，大家非常震惊也就是说，我们先不管个资保护法它最重能罚到多重，这件事情今天是一个政府的政务官民选的人，然后去授你有权利，你作为一个政务官承担了大家的信任，然后你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还说我只是帮忙代查一下，确定有没有死人，把它划掉而已，这个叫做还好。那当然有些观众可能不太清楚他到底结构上有什么问题？他跟我把资料拿出去，或人家把资料给我，我拿来对一下，有什么样的差别？实际上并不是资料拿不拿出去的问题，是在于查询本身这件事情。它就需要非常严谨的授权我们过去有多少司法案件，最主要大宗的就是讨债公司啦。勾串警方去找讨债，那个家伙到底跑到哪里去？诈骗集团的，透过警方去偷户政资料甚至也有发生警察发现那个妹妹好正，我来查她的资料。这一样都是你利用职权，你会说那个妹妹查一下，我也没有对她怎样，我只是想知道那个妹妹几岁还好，谁跟你还好人家妹妹就觉得你这警察根本就恶男嘛，所以赵少康那种心态不就恶男心态吗？我看一下还好不会怎么样，你也不会痛这不是人家会不会痛的问题，人家没有同意你看，这件事情就是最严重的所以我看到一些公法的专家也在讨论说，是不是以后要去再立法，让人民可以去查什么官员看过我的资料，就是要让人民有反弹，就我总要知道谁调了我资料，如果是地检署什么，对，只好歹让我知道，什么所有人把我的资料当后花园在那边看吗？好，所以像现在发展到这个格局，我觉得案情大概就是确定了其实他可能就是确定那可能要200-300份嘛，200-300份真的连不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重创国民党的信心你200-300份，你都还要搞到民政处长去查死人，你才去查算了但是回归现在这个时间点，他案情已经固定了，后续怎么诠释？国民党不能一直在说这个个案你那么办蓝不办绿啦，这百姓不能解决百姓心中愤怒，就是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查到我？国民党你们能做出一个更明确的态度，说这是错的，这绝对不行。谁如果还是这样，我要怎么去办？不能再推脱。你刚刚讲的意思是国民党要道歉吗？我认为国民党应该要道歉，毕竟是你的民选的首长底下的
政务官出了这样的事情，而且他所联署这个活动，大家都知道是你地方党部发动的，那是在地方党部发动状况下，你就有连带责任。OK， 对，田飞可不可以直接请教一下？因为包括民党的秘书长林右昌是直接指这些事情，他直接问朱立伦你知情吗？基隆市议长童子伟，那当然也是民进党籍了，他直接问谢国良你知情吗？然后我最近有注意到，民进党很多朋友都要求朱立伦要针对所有这些各地方有出现死亡联署这些，要求朱立伦要公开道歉，然后要就国民党要针对这些事情后续怎么样，司法怎么处理是一回事，可是前面要表态要道歉，所以你觉得朱立伦要针对所有这些事情，甚或像基隆这件事情，连谢国良都要跳进来道歉吗？我觉得朱立伦不能置身事外，就是说今天他是中央党部，你地方党部发生的这些事情，你说你都不知情，那请问这是谁下令要请他们动起来的？他们自己动吗？我想没有一个党部自己会动啊，一定是中央党部有下令。那中央党部下了什么令？这才重要。是你讲不要紧啦，你紧的凊彩，你会当有冲几块连输出来的话，这就问题喽。这就是你是指使的哦。还是说我只是说希望你们要在哪个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就不一样。所以今天中央党部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没有任何态度。好，那今天包括陈莹跟吴丽华的这个事件，这个他们没有原民党部啊，所以一定是中央党部嘛。好，那中央党部，你对于他这些死亡联署的资料是谁给的？是由谁来给了这些资料，而把它抄袭出来？这个都可以有迹可循。你不可能说中央党部我家己都卖恭维啊，都和电东部家己去负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说朱立伦你知不知道？你不可能今天都不讲话就说你都不知道，因为中央党部跟地方党部是一条线的。好，那今天要问说你谢国良知不知道？不好意思，这是你的民政处长民政处长今天可以进去哪一个处长？我当27年，10年的议员，17年的立委，我跟地方跟中央所有的官员接触了那么多，哪一个官员会自己说来我来帮你查？那么好，没有谁来要求说，紧的啦，这个底哦，你去处理啦。不可能处长会跳下去做这些事，而且你这么没有法律常识，你不知道说今天在个资法这个很严格的管控当中，不是每一个官员、每一个承办人员、行政官员都可以进去查人家的资料，你是必须打入你的密码、你的资料，然后你要查询什么，这个全都录这都有记录你怎么会说我今天要进去查什么就查什么？那请问，那我是不是怀疑说你里面又挖了哪些资料出去给人家？对不对？要不然你说只是单纯这些需要解处定走，才几百份的东西。就比如说今天我要罢免一个议员，就几百份，难道你的里长不能动？你谢国良不会动？动不了，卡拢马起拢没法会多叮当啊，然后一定要处长。所以我不认为，虽然谢国良是这个非常快速的切割啦，好，那这个处长他也辞了嘛，好，可是你真的不知道吗？所以为什么童子伟要问谢国良？你真的不知道吗？因为他是民政处长。如果照刚廷飞那样讲的话，所以第一个这件事情，光讲，当然司法部分你知不知情，这跟侦办的内容有关系。可是你看网络上有一些人就开始在讲说，那从这件事，张院长敢这样做，那上一次罢良的过程。有没有人也这样做过？甚或有人再延伸，蓝营的执政县市会不会也有这种把党务跟行政之间都把它尬在一起的事？但这再怎么说，它都是属于包括司法啦或者行政的事。但是就政治上，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我刚刚讲，民进党有很多朋友直指朱立伦要针对所有这些事情道歉，朱立伦会道歉吗？我不晓得党主席他有什么想法啦，但是我真的建议可以把最近发生很多事情一次清楚的出来做个说明，让我们的支持者知道，也让我们很多民意代表知道，接下来我们该要怎么样方向来前进，以及之前的事情该怎么来做处置。
之前的事情该怎么来做处置，我觉得是重要的，因为毕竟现在太多很杂乱了，东一个西一个，那接下来到底整体的目标跟方向是什么？我觉得党中央这个是责无旁贷，他要出来讲清楚、说明白。那关于这个基隆市这个民政处长张渊祥的事情，我先说，他目前是40万交保，也就是代表他目前至少被那个院方是认为他没有串证或者是逃亡之余，才会让他这个所谓的交保，金额也没有说特别的高了，大概就40万左右，所以代表了目前的状况。应该就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如果怀疑有别人知道，而怀疑很明显他可能会有串证，那他应该是收押禁见的，表示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于其他的一些有怀疑的人嘛。所以说，基隆市市长知不知道？我个人觉得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真的觉得以目前司法判断结果，我也觉得不知道，知道就不是这样结果了嘛。但是需不需要出来说明清楚一下这种状况？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啦，因为毕竟自己的民政处处长发生这个事情，老实讲这是不能容忍跟接受的啦，这个确定的啦，这叫离谱啊，这个跟蓝绿无关啊，一个政府的行政官员居然会对某一边的事情做出了协助，这个就不用再看了，其实这真的不管从地方到中央，对，这都不用，这都不应该，对，这都不应该，对不对？而身为他的直属长官，我个人觉得。不是为了蓝绿出来做说明，而是为了你身为他的长官，你必须要来面对这个事情。可是知道的是说，这个处长好像也有在群组里面罢免的群组里面，这个是比较，也是因为删掉，是删掉，所以说。他今天会被查到，是因为说他刚好是在这个群组里面。那你一个行政官员怎么可以在群组里面？对，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就是说你的态度跟做法，你说你一个处长自己，然后非常积极的来做这个动作，我觉得不相信。这个我觉得各自有看法啦，这个当然就最后就剪掉来司法来决定了。但他有没有可能因为拜托他的人？他觉得是好朋友，他也觉得事情，说不定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我老实说，会不会没有意识到？所以他真的去做这个动作，或者是真的觉得现在技术跟以前的技术是一样的，可能不容易被发现。这个我不敢说，对。但这个事情，我以目前的司法状况，目前看到的结果是，他就承认他有问题，他也直接请辞获准。那接下来到底有没有延烧到其他的人士知不知情？司法会来判出来。但以目前的状况，我觉得基隆市市长不知道。但是该不该出来做个表态跟说明？我觉得应该，因为当他的下属发生这种不能够接受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直属长官必须要出来说清楚、讲明白，这也是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所以我倒是觉得，市长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但出来说明所有情况，并且保证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必须要展现出来的态度。不过现在看起来，一战，所以你看，蒋万安针对这件事情，那因为议员就直接像那个亮君就直接质询的时候就问到这个，那蒋万安就直接说这绝对违法，就如果发生像这样就各自啊，然后把它拿出去这样这种绝对违法。显然蓝营的地方诸侯也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态度的话，这个火一路烧是不得了的。对，而且它不只是个资的问题嘛，个资当然我们民众，你民政局最应该保护个资，不就是民政局吗？就你民政处长去用了个资，他去罢免议员博弈。你们的民政局长如果去帮了我们的罢团，去说我去帮你们查有没有那个死亡名单，然后说要去罢免李博义，你会不会生气？火大到极点了，你要跟议会负责的民政处处长但是我觉得。他不可能是断点，他一定是起点啊。市长你谢家在做，立委你们林家在做，为什么被关的是我张家？我老爸嘛是市长呢，恁老爸嘛是市长呢，所以为什么我朗东去告发林佩祥？林佩祥因为这整件事情罢免以罢制罢，因为基隆只有一个立委不可能罢其他选区的立委嘛，只能罢议员，所以罢议员他去执行了这件事情嘛，对谁最有利？就是当然是对林佩祥最有利嘛，因为以罢制罢，这些议员就不会去动员所谓的帮忙签联署书啊也好啊，所以他以罢制罢的目的是为了林佩祥的罢免案嘛，所以为什么会说有共犯未到案？我们不知道共犯是谁啦，所以温朗东去告发了林佩祥嘛。那钟小平当初说，如果有那个公民团体，如果那个联署书有问题，你应该去告发，为什么林佩祥不去告发？是不是他知
之前就知道，可能会出其他事情哦。而且在基隆其他地方就算了，基隆绝对不能说办蓝不办绿。为什么？先办的是谁？先办是公民团体有117件的所谓的违规的事情嘛。那违规的事情是0人死亡嘛。后来查证也没有事情嘛，才去办了所谓的国民党的这个罢免议员的这个部分嘛。所以他们是两岸同时在并查哦。所以在基隆地检的部分绝对没有办蓝不办绿的问题。而张佩强林佩强张渊祥到底是一个断点还是一个起点，就要看检调如果抗告之后，他有没有新的事证出来嘛？那新的事证，因为你有串供的可能性，而且共犯可能有立法院保护伞，我不知道共犯可能还没有到案，所以我必须采取羁押的动作去做让你不能进行串供的动作嘛。所以最后的检调的抗告，我们看那个理由书就可以很清楚明白了，张渊祥到底有没有其他人跟他有犯意的联络？因为这件事情最衰的，我直接讲了，最衰的是张渊祥了，官也没得做了，他议员也输了，结果张家在张通龙他的家族里面唯一的儿子，现在还可能涉及伪造文书罪。而如果断点设在这里，你为你在走呢？市长你在走呢？看我们把面是你两个呢？为什么是我儿子？我张家的儿子，张家唯一的子孙，在基隆的张家，这个张渊祥要去扛这个所有的罪责。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讲，对于私人来讲，就好像我们说这个张克进为什么要跳出来讲？我们没必要去背你们国民党如果去做了伪造文书的工作的时候，我这个领衔人是你们来拜托我的时候，我要去扛嘛。所以他为什么要退出领衔的工作？我不愿意去帮国民党做出这些违反乱纪的事情，做扛责任的工作。一样，张渊祥是不是有同样的想法？未来他形成他把所有的真相吐露出来之后，会向上侦办，而向上侦办最高的会不会就是国民党的党中央？杨明，这几次大家在讨论包括司法侦办的时候，我刚刚就有提到，你有针对包括比例原则都有阐述一些。那蓝营有很多一直不断的在讲说，像这样子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会造成他们有很多人会心生畏惧或者什么。可是这整件事情，好，包括你刚刚讲有一些收押的案子，好像是应该是台北党部吧，不是有2个人被收押以后抗告完以后被驳回高院直接在裁定里面讲说，因为这些不实联署会动摇民主基石。OK， 那有蓝营的人就开始解读说，这是不是已经是定锚了？那未来所有的司法案件，因为如果你会动摇民主基石，它就不算轻案了，它会对整个国家民主基石，所以蓝营的人担心这会不会算是一个定锚？417的那个集会游行，现在看起来北检是中主，就天下第一主办。那蓝营的人也在问说，那为什么是中主在办？这有什么美感在里面吗？中主办当然这个我只能说运气很好了，这个有点巧合。怎么说呢？那个北检它是有一个叫做陈抗活动的处理小组。那过去呢，早期其实它就是2个组轮，但是后来因为台北市的集邮抗议很多啦，所以现在是5个组在轮啦，就每个月他们是按月轮啦，1月谁，2月谁，3月谁，4月谁，然后呢那一组轮到那一个月，然后呢它组里面的检察官再去评分，比如说假设我有10个检察官，一人轮3天，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那刚好4月份就是中主，而中主大家要知道又叫天下第一主是柯文哲就是在跟中主对抗，他的柯案就是去年这个中主的这个代表作了那所以就很巧，会不会第2个在野党主席也要栽在中主？你知道蓝营跟白营有很多人就直接讲说，集会游行需要搞到天下第一主来办吗？然后尤其你刚刚讲，因为柯文哲当时就是天下中主在办，对，所以那整个阴影就浮上来。不过因为确实因为他们是因为处理陈抗有时候会用到一些可能怕担心暴力犯罪或什么，或者组织犯罪，他们可能会用所谓的重大或黑金的这种专组去轮值啦。这个其实是他们行之有年的一种逻辑，只是刚好了。我说就是这么巧。这个中主又出现了我想这个朱立伦主席这个集邮法2年以下啦，那个金智区那个规定2年以下，那个不用紧张了。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办到朱主席的话，对朱主席反而是加分啦。你反而有一个这个司法的迫害的那种旗子可以放在手上。勋章。但是刚刚这个小武哥讲到。高院法官在北市这个抗告的案件里面讲的那个动摇民主基石
是刚刚这个小武哥讲到高院法官在北市这个抗告的案件里面讲的那个动摇民主基石哦，因为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必须说在蓝军的内部有一波的讨论是在讲，因为我记得是谢龙介跟我讲的，他说为什么会从台南一路办，他们要做的就是，尤其动用到调查局，因为调查局一般不会参与伪造文书的案件的，好，那选举的话，他通常是办贿选，才会协助查贿，但是呢，这个是联署。为什么要动到调查局呢？那他们就讲说，因为要搞组织犯罪。好，那组织犯罪问题就在这边了。如果我们把刚刚高院讲的那个理由搭配在这个宪法增修法文我们第5条的第5款，政党之目的或其行为危害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宪政秩序者为违宪。关键在这边。危害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动摇民主基石，是不是就是妨碍了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你觉得这是埋伏笔吗？我觉得有这个方向了。而违反这个政党违宪会怎么样呢？按照政党法就是解散，由内政部申请解散。那内政部申请解散有没有潜力？有。就在去年刘世芳他上任之后，马上申请统促党解散。当然，现在因为这个宪法法庭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可是呢，他当时的理由是什么？当时内政部的理由就是因为统促党有上百起的这个犯罪，上百位的党员涉及犯罪。好，我们现在看一看，已经几十个了嘛。如果这样的话，那国民党也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不知道，但是但是我应该说没有，这个还早，因为统促党那个很多都是累积好几年的啦，那有很多都定验了。这个至少也要搞到3审定验，至少要当然对，所以国民党自己皮要绷紧一点啦。啊，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研判的话，国民党确实是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那至少要先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不要违法。不要违法。对，心里面有这个压力吗？政党哪一天去的时候发现党解散了，就哪一天是要在看守所里开党团大会了。那不担心这个问题啦，但是我也比较说，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蓝绿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违法，就办。那不管之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但到这一次的绿营的态度，我相信很明显了，他就是很认真、很严肃的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你相关的人士，你就必须用同等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只能说，还没结束啊，它2阶都还有时间啦。那你之前有问题的，那检调，我觉得你就要办你就赶快办，这是你的权利。赶快办，然后尽速让很多案子水落石出完之后，有充足的时间来所谓的3阶段的公平对决，因为可能很多区会出现这个状况。不要用一些拖，或者是用一些特殊的模式，而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舆论或者猜忌，这是我所不乐见看到的。但是如果真的有违规的问题，有违法的问题，那就算是蓝营的人，我觉得也必须要负起责任来。就依法办理，那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如果把蓝绿两边各自在攻防之间，刚才讨论完以后，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今天对台湾的民主制度上来讲的话，当然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国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多起的罢免在同一个时间像这样一些进行，而今天是第2阶段送件。我像是送件，现在算起来的话，我刚刚讲，因为第一个送件是台东，对，台东先，桃园第一个送件是涂娟基，然后现在看起来整个大家都在算那个包括数字那个比例最高的是花莲是傅昆萁了，对啊，该不会最后真的啊？那个是辉文啊，辉文他说这个弄到最后第3阶段投票，搞不好是35-0，可是会不会30我不知道。可如果照刚才讲，因为包括国民党的一些领衔人发生的问题跟气势的问题，会不会真的到最后国民党这边挂零呢？国民党会不会挂零这件事情哈，其实并不是我们嘴巴在说，很多实际在从事联署的霸团，在他们终于快要迈向终点目标的时候，他们现在回来看国民党，他们的心中想法是这样连得过才有鬼，就是他们自己实际在连，你去找活人，大家都搞得死去活来，几百个志工在现场。不要讲餐风露宿，但至少是风大雨大，一天到晚被人家骂，好不容易收来的。像现在叶元之他们那边在做一件事情，叫召回，就是现在在造册的时候，赫然发现还是有一些有错的，所以他在做最后的造水，就希望他们去把它校正，希望这一份还能够成为有效的。这种事情都还要额外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显见就是
实质你要推一个真的到街上去拉人的罢免，难度真的非常的高。当然不能否定政党的重要性。像在最后这几天的阶段，因为民进党嘛在非常多区都有议员在代收，他们的份数进来，就使得大家的那种总分数都瞬间就开始爆冲。那有些民进党知道说啊，你们最后这个时候不行，我带你去扫街，我带你去沿街这样收，因为人家看到我们议员穿了背心，人家比较愿意，这样就是那个开门啊接纳你这样子就是确实有帮助。因为之前就传出好几起罢团可能联系上跟地方党部、跟民进党的民代，甚至有起冲突，所以赖清德才会讲话，就是希望可以让中央党部去化解这种地方上的矛盾。好，民进党很努力的保持一个低姿态林俊现在要说我们是侧翼了罢团的侧翼去帮助他，好不容易把他推到剩最后阶段。那今天开始送件的这2位黄建斌和涂全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一般的国民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就是在一个知名度或者知脸度这么低的状况下，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冤枉？就你们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我是谁，然后还被罢掉，结果要被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知名度这么低的人，仇恨值没有道理高。对啊，仇恨值没有道理高，但是他仍然在这个包括跟傅昆萁绑在一起、跟黄国昌绑在一起的宣传之下，这2个还是被抬去中了，因为。黄建斌是萨卡杜的状况下才选上的，涂全吉是本来我们就讲他跟叶元之是最接近的，一开始就是最危险的。那就我了解涂全吉那一边他本人他一度还以为就是只要够低调，完全没有任何动作，2阶段可以闪得过。当然他办公室讲说不可能啦，你也去看一下，你地方上那些人这样冲，民进党这样冲还有可能。好，所以现在他们这些过算是最早，因为他们很早领件，所以要赶快送。那就我所知，虽然曹英成董事长一直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送，但是因为大家领件时间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接下来的可能到下礼拜1开始，会陆陆续续蛮多罢团就会开始去送件。那到时候所翻排出来的、整理出来的件数，它有一个解读上的意义，我觉得是可以让大家在理解上更容易，因为他们讲的是我们是169我们是130几，它实际上就是总选举人数13%、14%、16%。好，如果不同意票没有投出来，25%的人去投就过了。对，所以当我说拿出来是19%。或者有的区域可能更高那有的区域可能要拼20%，拿出来20%，那真的是对，就是光联署第2阶段就已经过20%了。那真的就2。那你想想看，签联署的人他会不会去投票？对，理论上他应该会去投，他再投5%就对嘛？他再投5%就过了。那对蓝营来讲，相对就一定要推出。好了，这第3阶段大家都不用再去有什么侥幸之心，一定全部都是热战打了，这个不用讨论，对，一定都肉搏战了。对，肉搏战，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玄机，像第一阶段还有1%在那边，它是不算在第2阶段。对，所以当你说第2阶段是16%、17%，你还要再加第1阶段的1%多，他们还送1%多，有的还送到将近2%。对，所以加上去，你会说加上去又怎么样？不要忘记韩国瑜当初搞成这样，90、90万人出来罢免他那个时候2阶段是17%、18%的程度而已，17.8%就连署对，17%、18%。你像现在那么多区都已经冲破超过150%，那是什么样的？你要讲愤怒值或者是憎恨值，当事人必须心里要有数，就是你差不多已经慢慢有韩国瑜的味道。那你还能像韩国瑜那样玩吗？绝对不可能冷战，就像我们讲，绝对不可能冷战。你还能像韩国瑜那样玩吗？绝对不可能冷战，就像我们讲，绝对不可能冷战。那你能做什么样的言行表现？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搭党内的其他人的，比如我就要热战我继续打深蓝意识形态，还是说你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操作策略？我觉得现在不要讲审核期过了是一回事审核期开始会有一个冷静期嘛，大概40天左右。这个时候的国民党真的就要想清楚，我到底应该怎样才能够活下去？如果照刚才伟航这样分析的话，小玉你自己在看这些所有的，包括两大阵营，尤其像国民党这边，如果大家都已经看成连350都喊得出来，我每次在所有的事情过程我都讲过，很多事情可以败不能溃，对，如果溃就完蛋。讲几个
讲几个以前的故事。田单复国听过吧？田单那时候当齐的城池被破的时候，田单跟所有的老百姓，大家一堆人逃亡，逃的过程当中，大部分人都被抓回去。田单为什么能够逃出去？因为他知道那个道路各方面你绝对没办法这样跑，他在轮子上面加了一些铁，结果他的车可以顺利往外跑。后来齐国复国就靠田单，一口气收复72座城。我们叫徐蚌会战，老共叫淮西战役啦。那徐蚌会战的时候，胡琏大家知道吧？胡琏那时候是黄维军团，黄维军团全歼在双堆集的时候，只有胡琏。结果黄维司令他在那时候，因为他们是战车机动兵团，结果战车卡在那个土里面，黄维被抓。那胡琏是他知道战车在那个地方绝对没有办法能够很快的迅速走。所以他弃战车，结果后来胡琏突围，因为那时候接到突围的命令，胡琏突围，后来保住金门，就是靠金门之虎胡琏，也就是你要保得下来，你能败不能溃。你看到国民党现在第一阶、第二阶，说实话，不管蓝的绿的，讲到这每个都摇头，那根本就不成军的打法。那他们在接下来，你看得出来，他们有一些，譬如说，我们都说不可能出现在这么蓝营的一些区，结果后来都比例都给你过个130、150、100几的。那就算这样，可是打第3阶段不见得输嘛。你看得到他们有哪一些可以做反攻的一些准备吧？譬如罗智强，他不是说要捐那个，他虽然有人考谁说你卖书或什么，他不是说要捐战车，他除了自己这一区以外，他还要去驰援中台湾新科的委员。对，然后你看到不管是像洪威他们就直接讲说，那当然就正面迎战，然后包括燕秀他们会在下面加油，就蓝营之间从中央到地方，包括各个被罢委员，你看得出他们有章法的吗？我觉得2阶跟3阶的打法又不太一样啦。好，那你刚刚讲到罗智强啊，哈，我还是觉得罗智强是我非常敬佩的对象。你说是考谁？可是这不是考谁啊？你真的不是考谁？我是赞美。我跟你讲，我今天在节目我都不敢多做表情，因为我实在是很不想这个做一个表情，然后我要看1个礼拜的梗图。对，上礼拜就然后那个礼拜我的脸书就一直那个梗图就一直出来。我个人也是觉得，下次发个面具给你。我个人也是觉得很烦啦。好 ，OK。那回过头来。我不会消费同业啦，哈，对，好，那我先讲啦，就是说，罗智强我是赞美，我不是考谁，你看哦，他真的只有出书皮呀，书皮那一个皮呀，他就已经卖，我们上次讲2994本，他现在已经是5000本了，已经是250万哦。当然有些人就说，哇，你这买空卖空蛮厉害的，你就是一个书皮，然后你看我们周老师笑成这样，应该是有敬佩之心吧，对不对？对，非常敬佩，大家都很敬佩啊。好，但是我今天突然看到了，就说，他其实是6月份，6月份要复印寄出啦，要复印。可是你很少看到，就是说我连书都没有看到，基本上我们要去买一本书，我们都还会先翻一下内容。不，这种不一样啦，这种就是政治。可是你从这样讲，就表示有很多人还是会挺他们啊。他这种就是搞定 orange， 就是我就是不管你写什么啦，你就是只有照片，我就是要挺你的意思啦。对，我就是给你买啦，1本500块啊，就我看到封皮我也买啊，所以他马上就250万。可是他书都没拿到，就已经250万，那250万就已经要捐出去了。他要打造五部台湾1号、2号那个什么战车嘛？你不觉得这买空卖空吗？好了，不觉得。他已经讲到后面，不是啊，如果没收到书才是。很多网红他什么都没有，还不抖内，那这怎么办呢？很多一些政治网红还跑到现场去，当天晚上抖内很多啊。而且他一定会有书出来。对啊，这还有东西啊，还有实体给他。那个网红只有一张照片就没了，好不好？那你问我就觉得买空卖空，目前为止嘛，那你书都没拿到，就已经有250万了。好了，这个我还是佩服他很厉害，但是他真的就是卖书就打书嘛，他还卖到中南部去。他的下一步哇，他不只是要卢秀燕啊，他打出卢秀燕，那但是为什么我说他2阶啊？他2阶他现在这个要去支援台中廖伟翔、罗廷伟跟黄建豪啊，南投是这个尤浩跟丁学忠嘛，他现在要去南部支援这些人，说好听一点就是拉挂啦，就是大家拉一挂，比如说你王宏威啦，你现在不只是要拉徐小新，还去拉了这个李彦修，他们要拉一挂。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这个战略有点危险？因为2阶跟3阶打法不一样，3阶我当然赞成是拉挂嘛，因为反正你就是要热战了。可是你说廖伟翔、罗廷伟、黄建豪，我去查一下，好像只有罗廷伟有宣布有过啦那你说廖伟翔跟黄建豪
目前为止好像还在边缘呢，还在边缘。那油耗跟丁学忠坦白讲啦，这2区是比较艰困的，可能还不一定有到过。对，那说实在的，你今天战车没开下去，搞不好还没事。你觉得是会反而吹出？那当然啊，譬如说我可能油耗我也许对他仇恨值我没那么高，那罗智强你开下去仇恨值高，那马上就过了啊。我是这样觉得啊。我觉得小玉应该是意思说，他这些委员同事可能要拒绝不行。然后不拒绝不是，你说要来开到我这里，明明好心来，那明明你就已经造成我的困扰了，我又不能跟你拒绝。我真的不能不讲话了。这个我一定要插嘴，抱歉，我这个让我打断一下。那我要做表情了。好，可以了吗？可以了，是。先讲第一个，为什么会先做？包括不管2阶有没有过，我刚刚讲了，就是已经有3阶的准备，要来打3阶的选举。刚大家都知道，3阶没有侥幸，也没有冷战的空间，就是热战。刚才讲到，你说不管是台东的，还是你说某一些人桃园的，感觉起来比较低调，为什么一样能够过所谓的10%，甚至还超过10%？他们过是因为仇恨值吗？我个人觉得不是，当然不是啊，不是仇恨值，因为绿营动手之后就没有10%这个问题了。当时在选举的时候，除非沙卡都啦，要不然基本的得票率都在5成左右啦，上下左右跑啦。所以25%的门槛，在热战情况下一定也过啦，这也不用再看了。所以你说现在你说假设好了，有绿人觉得可能罗智强仇恨值很高，他去会不会搅动了让本来没有那么讨厌当区的立委的人出来投票？有可能，但重要吗？不重要啊，他是要把原来支持的人也要拉出来啊。喜欢罗智强的人就讲，我不敢说有多少，至少这5000，你说只看到皮就买的这个人，将近5000，对不对？是喜欢他吧？我相信是吧？这5000人可能在各县市都会有。现在怎么样让这5000人出来投票才是重点啦？会不会造成反效果？那已经不重要了啦。这2阶以前，这5000个人可能分布在各个地方，都各自出来支持他们那区的蓝营的立法委员啦。你3阶再开就好了啊。我们现在已经认为要进3阶了，我们已经没有再觉得要打2阶了。已经没有了，因为你3阶的最主要是说要让喜欢罗智强的人也出来投嘛，对不对？对啊。那你2阶现在是希望大家都说少一个算一个。我们现在是很看得起绿营的动员力啊。对，我个人认为35席超过25以上，逼近30席进入3阶是有机会的。我们现在已经认为要进3阶了，我们已经没有再觉得要打2阶了，已经没有了。因为你3阶的最主要是说要让喜欢罗智强的人也出来投嘛，对不对？对啊。那你2阶现在是希望大家都说少一个算一个。我们现在是很看得起绿营的动员力啊。对，我个人认为35席超过25以上，逼近30席进入3阶是有机会的。你觉得可能会到30？我觉得可能会啊。哇。就我所了解，当然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一区都这样子啊。绿营的有一些民意代表是议员的部分是有责任额的，就是他有要交份数上去的，对不对？当这个动员下去之后，我说实话，10%也过得了啦，没有过10%是我们国民党自己要检讨啦，这是事实啦。所以既然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之下，还在死守的2阶已经没有意义了，也没几天了，不如直接开始对于3阶段打热战的比例，等热战的准备，赶快准备好。所以你说现在。这几个就算没有到，你到时候最后会不会过？没有人敢说不会过。那与其还要等，那不如先把现在态势准备好，城墙架好，我的云梯、我的工程车准备好，接下来是肉搏战啊，没有在讲侥幸的问题了。所以我只能说，没有错，很多高知名度的蓝营的立委可能有仇恨值，但相对而言呢，他可以把他的基本盘吹出来，而不要忘记了。这些立委都是现任立委哦，也就是说，他们的基本盘原则上是比较大的。所以只要能够把之前投过他们的吹出来，3阶就能够赢嘛。这个时候还想说我可能仇恨值高，所以我先不要去。这种想法就等着被歼灭啊。公要搞啊，你的绿营怎么都罢不掉？我们那边没有绿营，我们没有绿营的。他是讲说为什么这15个都没有动静？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要检讨啦，对，这真的要检讨啦。对啊，我一开始就觉得说，我的策略，我公要贼哦，那15个都罢不掉。没有啊，所以他应该要当党主席。我觉得如果从一开始你说伯义刚讲的那些，是不是本来就是打仗就应该是这样的准备，然后这样的态度？但看起来从一开始到现在慢，对，都这样。不是重点是朱立伦本身。他也从地方首长上来，是啊，他怎么会不清楚这个组织的问题？然后怎么样去把这些问题能够一步一步，把所有的基础做好？然
然后变成这样一团乱。那朱立伦居然现在还无事一身吗？委员，这就不是我的智慧的问题。来这，我补充一下啊，我觉得博弈到现在为止都误判情势。哪一段？啊，误判情势原因是他们用传统的蓝绿对决去看这次的罢免案，但是我们都知道，包含民进党，他们为什么选择站在公民团体的后盾？现在是一群所谓的你们之前根本不是蓝也不是绿的中间公民团体推动了第一阶段的联署，而第一阶段的联署推动完之后，民进党才选择坐在他们后盾，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成功的收割这群公民团体哦，而这群公民团体，他们真的是支持民进党吗？不一定。所以我一直从头开始都说，国民党应该不是做3阶的准备，而是做4阶的准备，包含李博毅。如果今天是李博毅，今天的立法院公民团体不会那么生气。上手者，对，我还没有，我讲完，又来，每次都是歪掉了，对，又歪掉了。罢免赖世宝啊，所以这一场战，你们要上热搜了。这一场战，国民党本来就应该做守城战，以霸止霸。叫做野战，守城战叫做反恶霸才是守城战。他们应该做守城战完，在第4阶段提出好的人选，因为这些公民团体其实只要你提出好的人选，他们是不排除再投还给国民党的。但是国民党一开始就误判情势，绝对从头到尾都是蓝绿对决嘛，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五哥讲的，这个应该藏在9地之下的傅崐萁。每天让他出来，继续让他做总召，继续让他恶搞立法院，把本来可以熄灭的火不断的扩散出去嘛。现在呢，32777啊，777啊，傅崐萁当然生气了，现在面对媒体当然生气了。17%代表什么意义？韩国瑜当初就是17%，韩国瑜的17%激出多少的同意票？因为他打冷战，总共投票率是42%，40%同意罢免傅崐萁同意罢免韩国瑜。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你知道有多少票会站出来罢免傅崐萁吗？77578票，我算过了。77578票是你傅崐萁得票数68000票，还多出1万票。如果真的是蓝绿对决，今天台北市不可能5席全罢，因为蓝营的基本盘在台北市，蓝大于绿。我们都常说台北市是天龙国，所以为什么一开始都说国民党误判情势，现在反而罢免的监困区在哪里？罢免监困区都是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的这些人，这些立委啊，你叫不出名字的人，他们现在躲得好好的啊，所以变成反而是罢免团体很难去施压的一个动作。虽然啊，现在3Q 现在也跳出来了，连最艰困的选区严宽衡3Q 都说啊，如果罢掉严宽衡只差2000份，3Q 要剃光头。为什么呢？叫激励士气嘛，因为他是艰困选区，他是乡村地区，他是躲得很好的人，而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忘记了，它不是一场传统的蓝绿对决。它是一个公民团体对于立法院国民党立委表现不好的一个反弹，而国民党不断的把他们应该藏起来的地方不断的露给大家看，然后进行所谓的以霸制霸，还导致了这些公民团体，我辛辛苦苦在街头间就看到你们不断的抄名单，他们的愤怒值就更大了。OK， 那小玉先补什么？我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么热烈啊，结果后来我们就觉得刚刚不是霸气嘛？我们啊，结果今天朱立伦说，我们要来召开国是会议，不是？你觉得朱立伦不该在这时候提这个？太怪了，不是因为他上个礼拜才讲说我们罢免赖清德，对，罢免赖清德，结果突然，我们来那个开国是会议哦，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不觉得给他拔拔然后就说，我们坐下来拔拔，就你就是感觉好像是说你现在气势弱了，我要跟你谈气势弱。你觉得朱立伦是气势弱了，然后有点求和吗？就我会认为就有点像国共内战啦，我被你搅，然后我赶快就先偏安，然后是赖总统之前也是说我们要在野朝野和谐，然后那个
卓荣泰也说要国事会议，结果还不是一样，我觉得这是继续全军罢免。前一天说要罢免现在35席一定要过，那不是一样的意思？但我真的觉得像国共内战的一个既视感啦，就是说你要被讲，那谁是共？绿共红共来的，我回去好好想想，我不要落入你的圈套。因为就是搅一搅啊，快不行了，然后我赶快跟你谈一谈，然后那如果说哦又起来又开始要反，我觉得太怪了啦。我觉得国民党现在问题，我觉得1、3哥我刚同意一半，就说国民党是不是之前的政策，包括一些策略出状况，我觉得是，但以霸止霸，我觉得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没有把它执行的好，这才是问题所在。老实讲，现在国民党现在状况这么多，或者是这么的弱势，是因为一开始从1阶的时候，我认为整个策略就出状况了。如果我们一开始你说15席、17席、19席一样很顺利的过，现在就没这个问题了，而且反而更好的可以集中火力在主要的我们的希望罢免的东西上。所以国民党以霸止霸，以战止战，错吗？没有错，错是错在，或者是有一些疏漏是在一开始你启动的一些预估值跟判断值，我觉得不是那么准确。所以既然已经过了，那现在就要用剩下的时间，赶快把你该有的气势补回来，我觉得才是最好的阶段。因为第3阶段很快就要来了，如果不好好准备的话，第3阶段如果国民党真的被罢免的状况真的是很惨烈的话，那对于接下来选举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耀明，可是国民党再怎么样，他还有15路诸侯啊，而且几个重要的，譬如说6都这些地方，国民党有4都，而这4都里面，平心而论，对于要连任，譬如像蒋万安他们，随便罢掉，如果被罢掉一个，对他2026一定有影响，他自己一定也知道。台中就业如果还要再往上大位的话，那被罢掉一个，对他一定也会有影响。而相对来讲的话，15路诸侯，尤其这4都的市长，一定实力，地方实力一定在，那他们怎么去发挥整体的战力？对，所以我想，其实426对国民党最重要的关键是，原本分崩离析。我讲为什么分崩离析，就是各行其事，各自顾好自己的管区。我没有要去帮别人，我没有要挺谁，我就把我自己的管区顾好。然后呢，我2026、2028一路这样往上，每个想的是自己的政治生涯。可是到426那天比较就大家对整个在野阵营觉得说这些意见领袖都愿意站出来，可是大罢免一旦只要今天就像刚刚小武哥讲的，在哪一个地方突围成功，那一个领袖他就可能会面临到一个所谓的那个是重伤，绝对都是重伤，对他们2026、2028都会受到重创。来，这边最后30秒，整个大罢免最后有什么呼吁？其实刚刚博弈讲的说以霸止霸，以战止战，这8个字，其实在一开始2月我们开始要说大罢免的时候，国民党就开始喊了，喊到现在，你看状况一堆，所以我认为是国民党一直对于自己目前的状态一直没有非常清楚的了解，而且只不过就是在立法院不断的用多数决要去在预算当中去卡关，然后在这个法令当中去卡关，这个人民一定不能接受。不会，最后30秒。我老讲预算的部分到底有没有卡？其实我们是帮民众审核包，在做适当的监督啊。当然每一个阵营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总预算案包括所有预算通过的金额都是史上最高。如果现在给的金额是不足的，那请问一下蔡英文前面8年执政是怎么度过来的？但是国民党我觉得必须要把论述讲清楚，合理的该做，不合理的东西要特别注意，因为接下来每一个步骤每一句话都会影响到接下来3阶段的罢免。OK， 大罢免是不是很快要进入到3阶？那对蓝绿之间来讲的话，到底最后数字会怎么样？会影响到整个气势啦，或是整体的战略上的一些的运作，到底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